OK，大家好。到了晚上，休息放松，看一看吉米的影片，放松一下，远离城市的烟硝，就这短短的10分钟、15分钟。大家好，我是篮球人吉米。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东西呢，是一支我觉得在我脑海里面已经如同思考设计平面图一样，日思夜想，梦中也在画图。我有一阵子真的在做室内设计，做到我连半夜在梦里面我都在画设计。我有2-3次是半夜做梦的时候，梦到设计问题该怎么解决，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把我老婆吓得半死，然后我就冲去电脑开始工作，立刻把我在梦里面画到的东西给画出来。真正屌的事情就是后来这2件作品全部都得奖。不是我臭屁，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学艺术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突然一个应该叫灵光乍现嘛，神来一笔嘛，我不知道成语要怎么说。Anyway， 这就是我设计的一个感受了。好吧，讲回来，上一次我说我有一个主题叫做不是我要把它推向神坛，而是它天生就有神一般的气质。大家记得那一支影片吗？没错，它讲的是 Seiko 的 SSB479，那8月多新出的这一款赛车计时码表是10英款的，价格很便宜，但是它该有的质感、功能，甚至是表链带，我觉得都没有什么话讲。那今天呢，我们会加入另外一个全新的话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表换表带，我们换上了 Forstner 的这个 Clip 的 T 型带，把这一条气质拉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表带来衬托 SSB479。OK， 说实话，很多人在买表的时候，其实第一眼一定是看外观，因为你一定是先看外观，喜不喜欢，你才会想去了解它的规格，最后才会是去研究它的表带是不是那么的舒服合适。但今天我想反过来，因为这次的体验真的让我觉得一条表带能让一只手表的灵魂完全的不同。首先我们还是一样先聊一聊 SSB479，那这只表在 Seiko 的产品线里面属于这个 Conceptual 系列，就是有一点运动表的外观，但又有计时的专业气息。那它搭载的是 8T63 的10英机芯，那这颗机芯每个月的月差在正负的这个15秒，所以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精准的。那能测量60分钟，有24小时的小表盘，有日期显示，功能也是非常的齐全。那表径也不会到很大，是38还是39吧，我记得上次有讲过。然后它厚度有11到12 mm， 但是其中这个 Dome Sapphire 就已经大概占掉了3或4 mm， 所以其实这个表算是头好像很大，但是设计比例抓得很好，所以戴起来也不会觉得很突兀。那表壳是不锈钢，那大部分是抛光处，再搭上一点点拉丝的细节，那蛮有运动感的。面盘就是我觉得这只表最大的亮点，它整个的时标啊、3个子盘啊，都很像60年代的那个赛车表、计时表的味道。那至于像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它有这个穹顶式的玻璃，所以它会导致在边缘的时候，你视觉上看有一点点形变。其实这样子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这个表真的是有以前那种亚克力的那种表径的那种味道，很不错。对，那我觉得这种设计很醒目，也还算是蛮活泼的，运动感十足。那镜面的话是用 Harlex 的水晶玻璃，那这个在中低价位的 Seiko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配置。它比一般的矿物石玻璃更耐刮，但是它又比蓝宝石的成本要低。那这只表的防水是100公尺，生活基本上冲水大概都不会有问题。那我第一次上手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只非常全能的日常运动计时表。其实我这只表一拿到的第1个礼拜就被我爸干走，因为我爸说他现在已经老了，他很讨厌一直要去上链，然后或者是放到那个上链机上面。所以他看到我这一只表的影片的时候，他就说：“你那个表给我戴。”我说：“为什么？”
你不是有其他表可以戴吗？他说你那个表不用调时间，我现在有觉得每次要调时间非常的麻烦。OK， 我就被这个表被他拿去戴了2-3个礼拜。那直到这个表带从美国寄到台湾之后，我说爸爸，我也要那个拍影片了，我要分享给网友看这个表带，所以你把表先还给我，所以阿姨才把表拿过来给我。OK， 今天才能拍这个影片。OK， 我觉得价格在9000块这个范围来讲，就像是 Edifice 的 EFK 100一样，其实非常友善的一个价位，然后外观又很沉稳，有细节，功能齐全，耐用度也够。唯一的问题是原厂链带，我真的觉得我不喜欢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在买这只表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好了，因为 Forerunner 我全系列的表带我都有，我就只有这个 Clip 我没有买过。那这个叫做有人叫它叫竹节带，有人叫它叫梯形带 ，whatever， 我觉得都蛮有它的那个意境的，都蛮符合它的那个意境。那接着就是我要说，就是这条表带，很多人听过 Forerunner， 因为它跟这个 Omega Speedmaster 当年NASA 这个太空人所戴的 Comfort Mesh 的表带就是 Forerunner 做的，而 Clip 这是另外一个经典的复刻，它是源自于1940年代军表常见的这个 Bunk Clip、Bamboo 或者是 Ladder Style， 这个 Bamboo 应该就是我刚刚讲像竹节带的意思。那 Clip 的设计就像名字一样 ，Ladder 就是一个梯子，中间一格一格的有间隙。那不只是造型，也是结构的核心。那这种设计有几个好处：透气强，空隙不会让人手腕闷，夏天戴起来比实心链带舒服很多。再来就是它的厚度只有 1.8mm， 所以比传统的实心链结实在是轻了太多。那最后是它很服帖，我觉得搭配上这个 clip 之后呢，你们可以看到，只要很轻松的就可以戴上去。比他们的那个 Comfort Mesh 要简单非常非常非常多 ，OK？ 那它有一个像是这样子双层的一个结构，但它会很轻柔的贴服你的手腕，不会很厚重，像是传统的钢带一样那么的扎实，所以它整个呈现的感觉是不一样。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弹簧的卡扣，操作非常直觉，你只要手指一捏就可以快速调整，你要往上一个阶梯，往下一个阶梯。你就可以去调整，所以这种设计又被称为 hook and ladder。hook 就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去夹的这个夹具 ，ladder 就是它整个都是梯子，你可以随便的把它勾在梯子的任何一格。好处就是它以每3个 millimeter 为单位做微调，所以你不用拆链接，省时又省力。OK， 那这条表带我记得我买到，加上10%的这个。折扣好像是110几块，120块吧。那进台湾又付了一个700块的关税，所以大概到手大概就是13000块钱左右。不是多少大概4000多块钱吧，大概就是4000多块钱。可是你们去想，就是你们如果真的要去买好的不锈钢链带，其实4000块钱真的是不贵。只是说跟这个表比例起来好像怪怪的，就是这个表才9000，你表带花了4000多。对，不过我觉得这样配上来之后，哇，我自己还蛮喜欢，就蛮符合我脑中的那个念想的那个形制。那我第一次戴上 Clip 的感觉就是，哇，这个怎么可以这么薄？而且薄归薄，它的稳固性跟安全完全没有问题。有些人第一次戴会不习惯，因为它的链带有固定的形状。而且更服帖、更柔软。可是如果你一戴习惯之后，你会发现金属链带的那个重量真的是让人觉得很讨厌。所以唯一要注意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挂钩可能会勾到你的那个针织衫。那它的重量很轻，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厚重感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好像没有很踏实的感觉。那原本的479戴起来是一只很标准的运动计时表，偏现代专业工具感，然后致敬1960年代。可是当换上 Clip 之后，我觉得整个气质都变了。Clip 有很浓浓的军表的 DNA， 梯形镂空的设计，那它本来是2战跟冷战时期军表常见的搭配。结果当然这一条表带遇到了这个非常复古味道，有奶油3眼的这个479，我觉得让它多了一种复古赛车表的感觉。看着镂空的这种金属结构跟黑色的计时盘，真的会让人联想到这个6、70年代的那种老计时腕表。
原厂的链带在479大概是150克左右，那我觉得也不算很重，不过我并没有很喜欢的造型，所以我把它换掉。我觉得这个组合它最妙的地方在于风格弹性，就是基本上这个表它可以正式穿西装，也可以就只套皮穿 T 恤穿 Air Force 就可以出门，穿牛仔裤也可以很街头。我觉得 Clip 的舒适度会让它变成我之后日常应该不是我的，应该会变成我爸日常很可靠的伴侣，因为他一直在跟我讲说拍完要还给他的去戴。我常常觉得啦，就是买表啊配表带，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像自己在画布上面画画的感觉。SSB 479本身就是一只设计很好看、很耐用、很好上手的计时码表，而且很复古。但是 Clip 是一条轻薄有历史味道的表带，我觉得当他们遇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40年代碰撞，40年代的设计碰撞出来60年代的火花，而且它还用的是石英的技术。一个是1940年的军事风的表带的设计，一个是1960年代的赛车风格的计时码表，一个是日本的石英技术，很有趣吧？3个时代。石英是70年代，60年代是赛车计时码表，那40、50年代则是这个 ladder 的这个梯形带的时代，所以很有趣。我觉得组合上我会不自觉的一直想看着手腕，因为那种历史融合现代的气氛的氛围，真的不是在单纯戴制，我觉得它是一个故事。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如果一年我只有30万可以买表，我可能会买2个或3个表，因为我往往都一直觉得，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在$5000这一个价位以内的机械表是最值得玩味的，就是15万台币以下的这个手表，是你能买到你所需要的所有规格，同时它兼具了好的打磨跟认证机芯。你在网上它给你的功能就会更多，可是那些功能多半你都不会需要，而$5000刚好切开了，就是你能够得到好的机芯、好的打磨、好的品牌，同时你不会要去过度负担那些你用不到的功能。OK， 那当然你讲说这个 Audemars Piguet 的 AP、Royal Oak 或者是 Nautilus、Patek Philippe 或者 Vacheron Constantin 这一些品牌，那当然就不在那种属于特级表，那个就不在这个限制以内。比如说，我觉得 Vanek 就是 King Seiko 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作，我相信他接下来一定还有后面的计划，所以大家等着看，一定会很精彩。因为 Vanek 在全世界开出来的成绩非常的好，因为第一个他给了 Seiko 的8L45，再来他又是致敬70年代的那个复古，那再来他不是把复刻完全搬回来，而是加入现在时下的全新设计，所以那个表非常非常受欢迎，这个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好吧，那讲回来，你问我 SSB 479搭配 Fortner 的这个 Clip 值不值得？我的答案是绝对值得，因为不只是功能或者是外观的提升，而是整个灵魂都改变。SSB 479原本就是一只性价比糟糕，被我推上就是万元级距的 Daytona 的这个神圣的宝座。那换上 Clip 之后，我觉得它不但是更轻盈了，那也多了一份复古军表的韵味。OK， 那讲到这边，如果喜欢吉米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顺便，我还是最后一句老话，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都不能留住时间，但它能让我们确定的是，每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吉米希望大家珍惜身边的人事物，秉持着正面跟庆祝的态度过好每一天。好吗？我是烂熟人设计师 Jimmy，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